我马呢？你看见我马了吗？我问你，我马呢？文艺复兴时期谁画得最好？这个问题不可能说得清楚。但如果你问文艺复兴时期谁最喜欢马，那必定是达芬奇，并且这段故事背后还隐匿着一段关于求而不得的坚守与遗憾。新的一年，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心愿希望实现呢？我想先请你们分享在弹幕里，然后再一起来听这个关于达芬奇与马的故事。我目前能够查证到的达芬奇最早关于马的作品是1478年的一份手稿，也就是这一幅。可以看到他最开始应该只是对马腿比较感兴趣，后来才逐渐延伸到整体的动态的，比如上面这两幅手稿就是1480年的。从1481年开始，达芬奇各种关于马的手稿便多了起来，这是因为他在那年接到了一个大型的委托——三博士朝圣。这是圣经里的一个经典桥段，说的是三位见多识广的人跟随星星的指引，带着礼物来到伯利恒朝拜刚刚诞生的耶稣的故事。无数艺术家都画过三博士朝圣，通常来说，牛和驴都是比较常见的元素，因为路加福音里写过嘛，耶稣出生后是被放在牲畜棚里面那种食槽里的。在达芬奇的构图中，可以看到怀抱耶稣的圣母和前方跪在地上的三博士形成了标志性的三角构图。他对于肉嘟嘟的小耶稣的刻画很令人欣慰，因为此前很多婴儿耶稣都是这种诡异的小大人模样。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耶稣有一个经典的表达祝福的手势。早些时候的画家呢，有的直接不画，这就感觉似乎缺了点啥，而另外一些会选择硬画，就显得更违和了。但达芬奇居然把这个手势融入到了小孩挠头的动作中，简直绝妙。其次，周围人群的反应也非常写实，他们并不是清一色的虔诚模样，而是有困惑的抓耳挠腮的，有指着他们向旁人抱怨的，有拖着下巴思考的，还有一些趴在土堆上嬉闹的小孩。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让我不得不怀疑，达芬奇在现实生活中多半也是一个爱看热闹的 ADHD。不过在我看来，这幅画真正的亮点其实在于远景。这边可以看到一片古典建筑的残垣，这是文艺复兴艺术家致敬老祖宗的基本操作，我在文艺复兴真相大揭秘中有具体聊过。波提切利也这样画过，没啥特别的。所以真正体现达芬奇个人趣味并把他和其他画家区分开的，其实是画面中这十几匹姿态各异的马，有侧面也有正面，有跳跃奔腾也有闲庭信步，几乎每一匹都能找到对应的手稿。为了这些动物配角做了那么多研究，你要说这不是夹带私货，我是真的不太信。可惜，正如你所见，这幅画达芬奇并没能画完，因为1482年他就转会去了米兰公国。这既是他本人所期望的，也是包含了一定的外交属性。达芬奇给米兰公爵斯福尔扎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自荐信，其中详细罗列了他制造机械设计工程的能力，并顺便提到了自己会画画。最后还表示将为斯福尔扎的老爸斯福尔扎打造一座举世无双的超大超帅的青铜骑马像。虽然达芬奇是个有名的拖延症晚期，但他对于这份承诺还是非常走心的，反反复复画了无数的手稿，然后也一直在调整设计方案。这里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偏早期的方案。骑马像起源于古希腊，繁盛于古罗马。由于主要是用来纪念统治者的，这种雕像通常都会采用四平八稳、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当然，也是因为这种姿态比较易于制作。而达芬奇设计的是一尊跳起来的骑马像。可以看到，这虽然是一个非常动感的姿态，但观感却非常平衡。马头向左扭，人头向右扭，马的动感向前推，人的动感向后拉。为了支撑住飞扬的前提，这边还加了一个即将被踩踏的人。但后来可能是由于斯福尔扎认为这个设计过于激进，几经调整之后，达芬奇又把它改回了比较传统的样式。但从体量上来说，这尊高达8米、重量超过70吨的雕像，如果落成，也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骑马像。可惜啊，这里有个如果。
1493年，也就是达芬奇到米兰的第11个年头，骑马像的等比例粘土模型终于是做好了，并且连具体的浇筑方法也设计好了。但就在第2年，米兰和法国开战了，那些原本准备用来铸造骑马像的青铜也被拿去造了大炮。达芬奇这件关于马的作品再次应该叫有疾而终。1500年，斯福尔扎翻皮水，达芬奇也回到了佛罗伦萨。不久，他又接到了一项大型的委托，那就是为市政厅的500人大厅画一幅壁画。一个热知识啊，同一个大厅里的另一面墙是承包给米开朗基罗的，所以这其实是一场500年前的马嘉祺 PK 周杰伦，关注度之高，直接登上了亚平宁半岛热搜榜第1。他们2人被分别要求绘制安吉亚利之战和卡西纳之战，都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战役。达芬奇依旧不忘初心，他没有选择描绘宏大的场景，而是用长焦镜头把画面锁定在了一组骑马厮杀的战士身上。如果你对之前那幅三博士朝圣还有印象，会发现它和背景里的这个场景非常相似。战马相互冲撞，人群扭曲拉扯，马身上每一处关节的连接，每一块肌肉的收缩都有着惊人的准确度。这幅画其实给我的震撼很深，因为我们总是被迫从远处观看战争，映入眼帘的都是冰冷的数字或者英勇的宣言，离近了之后才发现那些只不过是个体生命野蛮的缠斗罢了。这段时期，达芬奇产出了大量关于马的研究手稿，他的兴趣明显转向了跃动时的姿态，尤其是臀部和后蹄之间的联动，不知道是不是想弥补在米兰的遗憾，甚至在画别的东西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在角落里来上几匹马，可以说瘾是非常大了。不过正如你所见，这幅安吉亚里之战同样没能落地，甚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草图都只是别的艺术家临摹下来的副本。这是因为达芬奇尝试了一种很新的壁画方式，在那个时代，湿壁画作为一种成熟的媒材已经被广泛应用了几百年。我在乔托那期里有具体说过，湿壁画非常持久，但难度系数高，而且难以表现精致的细节和过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达芬奇自创了一种类似干壁画的媒介，原理很简单，就是用绘制木板油画的方式去绘制壁画。为此，他还尝试了非常多的粘合剂组合，力求既稳定又鲜艳。那达芬奇有没有成功呢？只能说如成。他用这种方式绘制了《最后的晚餐》，当时就震惊了整个米兰，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画面如此细腻、色彩过渡如此丝滑的壁画。但另一方面，持久度却出了大问题，都不用急着上100年、3年，直接开始剥落。那为什么还要用？因为咱是一佛罗伦萨孩子，爷们要证明自己。没错，绘制安吉亚利之战的时候，达芬奇依旧坚持要用干壁画。他很自信，因为这次他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结果都不用等画完，3天直接边画边掉。这次是由于颜料干得太慢，基本没法附着在墙壁上。达芬奇灵机一动，搬了个火盆进去烤，然后并不意外的，受热不均和湿度急剧变化导致整面墙都毁了。意识到项目已经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境地，达芬奇也秉持着一贯的乙方精神，直接跑路去了米兰。任凭佛罗伦萨方怎么催促，他就咬死一句话：哎呦，手上还有点事儿，下周一定会去。比较巧的是，米开朗基罗那面墙也没能完成，但他是被教宗截胡去罗马装修坟墓了。达芬奇后来的日子还不错，他辗转于米兰和罗马，而后又移居法国，并在那儿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3年。他一直在接委托，也一直在继续着研究，却再也没有碰过任何关于马的主题。曾经那份执着的热情，就好像水滴入水中，一下子就失去了痕迹。从壮年到暮年，达芬奇倾注了3次重要的尝试，但那匹萦绕他大半辈子的骏马却始终没能被搬进现实。我想这其中是有遗憾的，
因为他并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没有才华，而是一次次站在门口，却始终没能跨进去。这个艺术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姑且如此，更何况芸芸众生的我们呢？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没来得及看的风景，都会成为人生中一道不深也不浅的缺口。有一句被达芬奇冠名的话我很喜欢，他说艺术从来都不是被完成的，只是被放下了。确实啊，作为文艺复兴最会放下艺术的人，他是一点压力也不吃啊，这一点真的很好，很值得我们学习。2026是马年，我们都喜欢说马到成功，但我之所以选择把这个故事作为新年特辑，是想告诉大家，成功与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正是那些未完成的执念，构成了一个人最饱满也最真实的一生。达芬奇如此，你我亦然。所以新的一年，我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那匹属于自己的明媚的骏马。不过不必强求成功，只求在未来回头时，也能看见那些泛黄的手稿正逐渐凝结成过往真挚的见证，就像此刻你们在视频开头留下的心愿那样。新年快乐！